新年伊始，联合国五常发表共同声明，公开呼吁防止核武器扩散。这释放了什么信号？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何说声明是为中国打破最低核威慑铺路？2022年年初，联合国五常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大会，会后宣布了一项重要的事项：五常国家一致认为有必要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国家。据获悉，这也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并且中国官方媒体还十分郑重地将这5个国家全称一一列出，以凸显声明的重要性。五常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的一个主要定调，就是地球上5个权力最大的国家达成一致，要限制核武器扩散，5个头部国家带头，其他国家也只能跟上。目前这份声明有着各种解读，包括疫情导致全球局势不稳，五常需要出面稳定全球局势，敲打印度、巴基斯坦等有核非五常国家不能肆无忌惮用核来威胁周边安全，警告伊朗、朝鲜等正在做核试验的国家，五常对限制核试验态度一致。这些解读都有些道理，不过我们今天从中国的角度来出发，说说联合报告代表中国核形势的变化。说起有核大国，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美俄。在冷战巅峰时期，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一度高达6万枚，至今加起来也有6000多枚。而在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表声明，称要阻止核扩散，并且表示核武战争不能打也打不赢。这便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公式。在过去30多年来，也只有美俄遵守这个公式，其他3常并不承认。而如今联合声明则表明五常已经达成了一致，并且中国代表表示，我们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个提案与里根戈尔巴乔夫公式如出一辙。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中国这次要融入过去美苏制定下的核体系中呢？这还得说说中国核力量的变化。中国核弹头的数量一直是一个谜团，而且尤为有意思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并不愿意中国过多展示自己的真实核能力。比如五角大楼预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290枚左右，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则显示，中国核弹头数量在2020年达到350枚，这个数量比较符合中国奉行的最低限度核威慑的核战略。即中国维持核打击能力的目的是保证任何潜在对手无法通过向中国核讹诈获取正收益。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推行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一方面是经济制约，另一方面也是美苏互相制衡。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太愿意在其以外的领土上使用核武器，从而削弱自己强大对手。不仅是中国，包括英国、法国以及后来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也基本都是这个想法。不过这样的策略在如今国际形势下似乎不太适用了。中国已经成为拜登口中美国的头号对手，如果排除掉中国，美国就再无对手的话，那么美国以牺牲几座大城市为代价，用核武器彻底击败中国也不是不能考虑。因此不少中国学者近年来呼吁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应扩充到上千枚。不过，虽然西方并不愿意过多宣传中国核力量，但中国似乎却并不这么想。就拿2019年中国举行的建国70年阅兵来说，当时解放军展出了16辆载有东风41洲际导弹的导弹车，16辆载有东风31甲改洲际导弹车，8辆载有东风5B洲际导弹的导弹车，以及16辆载有巨浪2潜射洲际导弹的车辆。一枚东风41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一枚东风31甲改能携带6枚核弹头，一枚东风5B可以携带8枚核弹，而一枚巨浪2可携带4枚核弹头。光这些就差不多有320枚核弹头了。除此之外，还有核常兼备的东风26导弹等也进行了展出。由此可见，光是中国拿出来展示的部分就已经超过了五角大楼的预测。由此，中国核弹头恐怕远不止200到300枚，而外界预估的数量也有多有少，少的有800枚，多的有3000枚。尽管从现状来说，中国无论是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还是全天候核战备能力，还不足以与美俄比肩。
属于从低限度核打击能力到全面核打击能力的过渡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是任由中国核武器发展不管不顾，还是严厉制裁打压，亦或是拉上谈判桌，以对等身份来谈条件呢？这次的五常联合声明就给了我们答案。实际上，在上一届的特朗普政府，美国考虑的是通过打压来限制中国核力量增长。比如特朗普就一直要求中国必须要加入美俄之间制定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削减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不然美国也退出这个协议。对此，中国的态度是免谈，就连俄罗斯人都认为不可理喻，毕竟这个条约的签订与中国本就毫无关系。不仅如此，由于特朗普高喊退群，连美国的盟友都对此持反对态度，就连美国内部意见分歧也是巨大的。因此，在拜登上台后续签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以此次五常的联合声明反倒是为之前特朗普的言行画上句号。当然，无法打压中国核武器发展是最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是独立发展核力量的，无法靠制裁某个产业来达到限制的目的。并且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也打了那么久，美国人自己都身心俱疲了，不想额外给自己增加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便换了个策略。随着中国核弹头数量的增加，中国打破最低限度核威慑的限制似乎已经成了既定事实，而其他四常，尤其是美国也承认这个事实，认为中国核力量可以达到与美俄平起平坐的高度，然后在美俄此前所制定的核框架上行事。对于中国来说，这自然是非常乐意的，毕竟中国并不需要造几万枚核弹。目前从中国在军事上的投入比来看，中国其实一直在追求与美国对等的军事力量，即自己不称霸，但也不会让别人欺负到自己头上。中国扩核可以说是刚需，但另一方面，中国核武器力量的扩张依旧会坚持小步慢跑策略。数据显示，在2020年，拥核国家在核武器上支出为726亿美元，其中支出最大的是美国，占了一半以上，其中主要是用于维护。换句话说，中国在扩核同时会避免陷入军备竞赛。实际上，在以往，五常之间也是心照不宣的，只是近年来国际局势变化实在太快，从东欧到亚太，不安定的种子四散开来。而作为联合国五常，如果不进行一定的表达的话，毫无疑问会削弱联合国在其中的地位，让全球再度陷入大国纷争的动荡中。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五常也都得到自己想要的，美国可以确保其他核大国不失控，俄罗斯则以此重申自己的核地位，中国将能进一步提升核力量，而英国与法国也能遵循着中国的脚步，为自己留条路。